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大获成功，赴山海延期英雄志即将上架。说句心里话，最近追剧的人真的特别折腾。诚意演的2部大戏《赴山海》和《英雄志》就跟坐过山车似的，一会儿说5月能上，一会儿又说要整改，看得人心里直痒痒。特别是《英雄志》，从2025年就开始造势，结果硬是拖了2年还没个准信儿，网友都调侃说这剧是望穿秋水型选手。先说《英雄志》吧，诚意为了演书生卢云，真是下够了功夫。听说他拍文戏那阵子，3天只吃1顿沙拉，瘦得连领口都松垮垮的，有场戏差点低血糖晕倒。拍武戏更拼，明明可以吊威亚，非得自己爬高上低，结果摔得腰都直不起来。剧组其他人看在眼里，跟着他一起不用替身，整个剧组跟军训似的。可就因为女2号突然出事，这戏直接卡壳了。后来虽然重新改了剧本，加了科举考试和江湖恩怨的戏码，但观众等的实在心焦，网上天天有人刷求放过诚意吧。再说说《赴山海》，本来要和肖战的《藏海传》正面刚，结果女2号李凯欣突然被扒出黑历史。这姐们之前当助理的时候，在网上骂中国观众，还说过春节不是中国节这种离谱话。消息一出来，剧组连夜把她的戏全删了，结果剧情直接断成3节。更扎心的是，这剧拍的时候就有问题，诚意前3天的造型精致的能去走红毯，后面突然就敷衍了事，同一件衣服改吧又接着穿。现在延期到5月下旬，正好赶上《藏海传》热播，估计收视率要被抢走不少。我觉得吧，这事儿就跟种庄稼似的，演员是种子，剧本是土地，制作团队就是种地的老把式。诚意这种戏疯子就像优质种子，光靠他自己发芽还不够，还得看老天爷赏不赏脸。就像《英雄志》剧组，光改剧本就折腾了7、8回，审查改了10几稿，最后呈现出来的东西都快面目全非了。网友经常说拍戏就像打仗，现在看来这话真不假，既要应付审查这个敌人，又要跟市场这个天气斗智斗勇。现在观众也学精了，不再光看明星脸色。就拿《英雄志》来说，虽然诚意的粉丝天天在微博刷期待值，但普通观众更关心剧情合不合理。有观众吐槽，光知道诚意受成纸骗人，可这故事讲的是啥？科举考试和武侠打架有啥关系？这种质疑声多了，就算演员再努力，观众也不买账。反倒是《赴山海》这种本来要搞大制作的，结果因为经费不足，后期特效都做不起，诚意分饰3个角色，结果服装都省了，同一个造型反复穿，观众看着都出戏。说句实在话，现在影视行业就像走钢丝，平台采购价压缩到成本价的70%，制作方只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。听说《赴山海》拍雨戏的时候，诚意穿着单薄的衣服在冷水里泡了7小时，结果高烧39度，还坚持拍完。这种敬业精神值得点赞，但普通观众更关心的是我们花的钱到底值不值。就像买菜的挑新鲜的一样，现在观众选剧也讲究性价比，光靠明星撑场子根本不够看。最近跟小区里的大爷大妈聊天，发现个有趣现象，他们追剧跟年轻人不一样，不看流量不看热搜，就认准故事讲得好。有位大妈说，《英雄志》要是真能把科举制度拍明白，教孩子咋考公务员，我都愿意看。这话虽然糙了点，但道理不糙。现在观众眼睛是雪亮的，你要是光搞些花里胡哨的特效，剧情漏洞百出，就算请来10个诚意也没用。这事儿给整个行业提了个醒，
拍戏不是搞突击的，像盖房子打地基。诚意这种戏比天大的态度值得学习，但光靠演员不行，整个团队的跟上。就像《英雄志》剧组整改期间把科举制度拍得明明白白，让观众看到读书人的不容易，这才是真正的创新。要是光靠明星耍帅，再好的演员也救不了烂剧。眼瞅着5月都过去一半了，2部剧到底能不能按时播出还是个未知数。观众们倒是不着急，反正现在短视频看不完，正好把以前错过的经典老剧补一补。倒是那些投资方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，再拖下去，演员的档期都得重新排，广告商也要撤资。听说《英雄志》的广告植入已经改了3轮方案，就怕开播那天没人看广告。说到底，这事儿跟咱们普通人过日子差不多，做事的讲究个细水长流，不能光想着走捷径。就像种庄稼，该施肥施肥，该除草除草，光靠浇灌化肥可长不出好庄稼。